各位伙伴，大家午安！又来到星期三这个时间。上礼拜因公出我没有直播，这礼拜的进度是老邓谈法论理第20次。第20次跟大家谈的题目叫做善用育婴留停，善用育婴留停可以救国，善用育婴留停可以救国。各位伙伴，我们中华民国宪法第156条规定，我们为了国家民主的延续，呢，国家应该要实施妇女儿童的保障政策，要实施妇女儿童的福利政策啊。那这是宪法明定的问题，但是客观上有个数字向各位来报告一下，我们今年也就民国113年上半年新生儿数，新生小朋友的这个人数呢，各位，它比起112年全年的平均呢，今年上半年跟全年的全年的这个平均呢，就112年的除以2的话，今年的出生的人数比112年还要少，也就是从宪法的角度要去思考，可能会不会在妇女或是在儿童的这个保障政策上实施的福利政策上是否有所不足够啊？那这个问题其实是天大地大啊。那今天我们要设法呢，我把这相关的问题呢来跟各位说明一下。经过我个人把有关资料查证了一下，目前台湾地区22个县市，有关育婴留停，男性申请育婴留停的情况呢，大概只有在6都，其他的县市呢，好像并没有做进一步统计。那虽然在6都有做统计了，但是男性申请育婴留停呢，平均也大概在20%左右，也就是有客观的这些的因素呢，男性申请育婴留停呢，变成并没有办法依照法律的这个旨意来实现啊。那我不知道各位您身旁的这些朋友，我们这些年轻朋友，还有也生了小朋友，生了小朋友之后，为了工作上没有申请育婴留停呢，我倒觉得，来自结婚的这一件事情，生小朋友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应该要以大喜大好的观点来看它啊。那而且政府的政策，我猜各位可能没有了解完全清楚，否则应该会非常高兴。男生一定会想办法也申请育婴留停，因为在生产后的女性太太有的甚至会有所谓的产后忧郁症等。那我们为了跟小朋友之间建构亲子关系男生应该要适度的也应该要来申请育婴留停育婴留停的这个情形。尤其各位再注意听，我们现在的都是小家庭，各位，它来自原来家族的世代，家族本身的世代，依照民法亲属篇这种的共同抚养的这个关系其实目前非常的淡薄。那目前非常淡薄怎么办？个人自行想办法吗？不是，在国家的法制，也就是养育小孩、养育婴儿这件事情各位一定要察觉，现行的法制已经是从
已经是从民法亲属编变成了社会安全制度，也就是对这出生婴儿这个小家庭生育婴儿这件事情呢，现在已不单纯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国家举全国之力来拥护生育小孩这件事情啊。那这个制度本身也许您清楚，但我今天就简单给各位做一个介绍一下。我们按照性别平等工作法，简称为性工法，有关育婴留停这个规定是规定在性别平等工作法上面。那育婴留停呢，最长可以申请2年哦。那这个2年当中啊，当然它有限制，是在小朋友3岁之前，因为3岁之后，我们现在有所谓的幼儿园，又有接续国家办理的照顾幼儿的这个体系啊，我们的心肝宝贝还是有人会国家的体制会继续来照顾啊。各位，育婴留停是夫妻2个都可以申请，育婴留停不是只有太太可以申请，夫妻2个都可以申请。所以我就听过有人夫妻2个呢申请育婴留停了因为白天只要有1个人照顾，甚至申请育婴留停之后呢，甚至还有人夫妻当中有一位还可以去赚外快或者是轮流出去赚外快育婴留停这个制度其实是明明白白要有利于各位放心的去生产这是再度重复一次，育婴留停是夫妻共同可以申请夫妻共同可以申请。那再来要跟各位说明的有关育婴留停呢，目前虽然只有给的钱数只有半年，那再来就是投保薪资的80%，只有给80%左右好像这个费用不太够，社会上也发出了这样一个声音但我相信国家未来有关育婴留停一定会改成全额补助，国家一定会改成全额补助那国家为什么会改成全额补助呢？我跟各位来说，除了刚刚在宪法上规定，宪法156条规定，国家对于妇女儿童呢，应实施福利政策。这个福利政策可以说是对家庭来讲最重要、最有助于这个儿童也是当然这边儿童是讲更小的小朋友那国家要实施全额补助，可能各位会担心，国家有没有钱？我来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育婴留停的这个钱是从哪来？育婴留停呢？这个津贴呢是来自就业保险法。虽然育婴留停的这个法制是来自性工法、性别平等工作法，但是给予津贴呢，这个是来自所谓的就业保险法来自就业保险法。那所以这2个法规呢，假设有同时来适用，各位就有机会来申请育婴留停。各位可能很想知道，我们目前的就业保险基金大概剩下多少钱？我跟各位，我按照劳动统计月报上面的记载，给各位做一个说明。我们的就保基金，就保每个月从雇主这边收进来的钱呢，大约在27亿，那每个月付出呢，所谓的就业保险给付。那就业保险给付也有几种，像失业给付啦，这个提早就业津贴啦，职训生活津贴啦那另外像所谓的被保险人跟他的家属的健保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育婴留停。健保的这些给付
每个月给付出去的钱大概在20亿左右，收入27亿大约，支出大概在20亿，也就是我们的救保基金，各位不用担心，它钱是有剩余的。我们国家到民国113年，也就是今年的6月底止，各位您猜猜，我们的救保基金剩下多少钱？余数不讲，我只讲整数。我们的救保基金剩下1700亿，我们的救保基金剩下1700亿，也就是这些钱数呢，当然可以政府可以拿去投资运用或甚至增加它的这个收入。但是我个人预测，国家要把这个整体呢做一个思考之后呢，应该会有机会对有关育婴留停的这个补助了，因为这一次是从6成提升到8成，将来应该更有机会会从8成到全额补助，因为全额补助呢，对整个救保基金的安定性一点都不影响。在这里有一个数字在告诉大家，救保基金每个月支付的刚刚讲的5项的这个给付当中有关育婴留停是20亿当中的大约9亿，20亿支出当中有9亿是拿来支付这个育婴留停所以我们要把育婴留停这个的比例再提高，它提高的这个钱数应该非常的救保基金的负担会非常有限非常有限那也对年轻人更加愿意以留子停薪来生育后代，来爱护这个国家民族这是我给各位做以上这样一个报告。当然有员工申请育婴留停，对雇主来讲会是一个困扰，好说歹说，绝对是会是一个困扰，至少少了一颗脑袋，少了一双手。那这怎么办？这也是未来，我相信也政府要知道所有的救保基金是如此充足，他把救保基金做最大的使用的时候呢，我相信育婴留停期间的职务代理人制度，育婴留停期间的职务代理人制度呢，在我们国家将来也一样会进一步来实施。当然目前所有的育婴留停期间是职务代理人我们现行法律还没有这个制度，但是各位，我们只要找有心的立委来跟他们提我今天跟各位报告的这些内容我想立委会听得进去。只要有修法，如同刚刚所讲的，有关育婴留停津贴的100%补助，再来育婴留停期间职务代理人制度，我相信这些有一天通通会实现。各位这边有一个要紧的事情，我想跟各位来做一个提醒。我们国家现在投劳保的人口大概有1100万左右，1100万的人投劳保那这样一个投劳保的投劳保这些人口呢，各位，它其中有大概在600万700万左右都是加保在职业工会，各位，你有听过吗？有人有告诉你，职业工会的会员，职业工会的会员没有就保，没有劳退，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应该有听过。各位，假设你有听过，或甚至说你再加入在职业工会，
你认为自己这个就业保险或是性别平等工作法对你来讲不适用的话，请各位把以下的话一定注意把它听清楚。各位职业工会的会员，假设您不是自营作业，你是受雇在2个雇主，受雇在2个以上的这个雇主，各位，你只要找当中的一个雇主，尤其你要是在这所有的微型企业，这个企业这个单位它员工人数，不满5人，他就不用成立投保单位。没有成立投保单位，各位就是会在职业工会来投保。我们国家这种情况的劳工大概有600-700万人。各位，这样600-700万的这些劳工朋友，各位，当他没有投劳保，一般就变成没有投劳保，同时就没有投就保。那甚至就不用再讲所谓的劳退的提缴。各位，目前现况的大家的理解，这有一个严重的错误，我透由今天给各位提醒，劳保跟就保的制度并不一样。虽然加劳保，就当然会产生有加就保。请各位今天看完这一段影片之后，请回去马上查一个法规，这法规是就保法就业保险法第6条第3项，就业保险法第6条第3项的规定。各位，就业保险法第6条第3项规定什么？它规定，即便雇主没有帮劳工朋友投劳保，也应该要投就保。即便雇主没有帮劳工朋友投劳保，他也要为劳工朋友加就保。换成通俗的话来讲，各位假设是在职业工会来加劳保，各位，您是两个雇主以上的这个职业工会的会员的时候，你可以找当中的一个呢，告诉他你要参加就业保险。各位，这个就业保险它的强制性，就业保险强制性比劳保还要更加的严格只要是有劳动者，一定要给他就业保险，除非你是自营作业。各位，既然是如此的时候，各位要记得，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是就业保险的被保险人。当你成为就业保险的被保险人的时候呢，各位，刚刚以上给各位讲的就业保险的给付，有关就业保险的这个给付呢，4种到5种的这个给付呢，通通可以申请，包括所谓的育婴留停。所以，假设有人告诉你，职业工会的会员没有育婴留停这件事情的时候，各位，这个话不见得对，因为只要你有确定的这个雇主，虽然雇主一直在变，只要你去工作是受雇，你就要求同时加就保，你只要累积就保的年资满1年，各位，就保的5种给付就通通的对你来讲是可以使用。也许您是工会干部，今天看到这一则报道，尤其是职业工会的这些干部，恳请协助我们一起来推动，让职业工会的会员每一个都有就保。这个不需要革命，这个是依照就业保险法第6条第3项的这个规定。那您可能会告诉我，那雇主他不同意啊，
各位雇主不同意的时候，请记得来自旧保法，上头有进一步做规定，假设没有办理的时候，会有应缴款项10倍的罚款。应帮劳工办理旧保，没有帮劳工朋友办理旧保，会有10倍的罚款。各位，旧保的费用缴的费用多少？只有1%。各位，劳保现在已经接近要到12.5%到13%了，旧保是在这个当中的只有1%而已，钱数非常少。你要雇主不要把想到一个保险好像要付很多的钱，各位，每个月只有一点点，几十块啊，甚至100来块，政府收了这么少的这些钱，给大家这么大的福利，各位，这是政府的，我刚刚跟各位讲的所谓的社会安全政策，让劳工朋友能生活能安定，国家才有办法安定。以上我特别把旧保法第6条第3项这个规定，借由今天时间跟各位来提醒。简单一句话，只要是受雇，不管你家保在哪里，每个人一定都有就业保险，它的强制的范围比劳保还要更加的严肃啊，哈。那请各位谨记这一个条款啊，谨记这个条款。那谨记这个条款之后，我个人最高兴的，我们将来就会有机会，职业工会的会员也有育婴留停的机会。职业工会的甚至年轻朋友啊，就有机会来结婚生子啊。那我们在透由立委的这个协助啊，像林黛华立委等啊，这些专门在关心劳工朋友这些立委呢，我们只要把今天这个影片播给他看啊，让他知道啊，知道啊，在法上面是这么一回事。那让就业保险更加全面推广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国家的生育率，可能会更进一步的提升。而且再度提醒，不用担心就业保险基金钱数不够。最后，我再跟各位讲，我们好好把育婴留停对年轻的小的好好把它照顾好之后，各位，我们国家有关社会保险方面的钱呢，非常多啊，钱非常多了啊。当然这些钱是大家缴的，还有政府提拨的，这个钱数目前已经在6兆、7兆左右的这个钱数了。我们利用这些钱数好好来照顾呢，在育婴留停，我在这里也预测，我们国家未来会有顾老留停。那顾老留停呢，照顾老人的留职停薪啊，照顾老人留职停薪。这个也开始社会上有这么一个讯息了，开始做这样一个期待了。今天特别把育婴留停对拯救国家，而且大家只要去善用它，而且政府是有诚意啊，会来执行这些事情。那只不过要修法的这些修法的几个步骤了，像育婴留停期间的职务代理人，这个职务代理人的补助啊，那育婴的留停，这个6个月的津贴要不要时间再延长啊？那给的津贴不是80%，而是全额，甚至未来的顾老留停，各位，这些都是这个社会呢，在大家的努力底下，我们身旁是有钱的。有关整体的社会安全上面的基金钱数非常多，
我相信政府会善用。只要我们把相关的讯息，我们跟关心劳工朋友的立委仔细来做报告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个好日子很快就会到来。请各位年轻人，各位趁还年轻，还有生育的能力，考量一下我们国家民族未来的发展。请大家结婚、生男、生女，祝您婚姻美满。以上报告。